比特币会复制黄金的走势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当谈到比特币的长期价格走势，我认为我们可以直接参考黄金。比特币会跟黄金走出非常类似的价格走势，因为它们的性质真的太相同了。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其实黄金呢，从当时1960年代开始呢，我们的上涨它就是在逐步的减弱的。你可以发现啊，基本上每轮牛市呢，涨幅都在不断的缩小。那其实这跟比特币所呈现的情况呢，基本上可以说是完美的相符了。当时我们在1970年代所开启的牛市呢，就上涨了25、26倍左右。那么我们到了2000年代的牛市呢，我们只上涨了6、7倍。你可以发现我们的涨幅呢是在缩小，而且缩小的情况呢非常夸张啊。那我认为我们现在呢正在黄金的第3轮牛市当中，那当然了还没有结束。其实根据摩根大通对于黄金价格的预判呢，他们认为会在2024年的年底，黄金的价格会来到每盎司2700甚至到2800美金。那么现在黄金的价格呢只在2400美金每盎司左右，所以到今年年底呢，黄金都还会有一段的价格走势。我也认为黄金这波牛市呢也绝对没有结束。那其实我们可以来反观一下比特币，比特币其实也一模一样的。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呢在2017年的牛市呢，我们上涨的倍数非常的夸张啊。当时我们上涨了几百倍，真的是几百倍啊。那我们到了2021年的牛市呢，当时我们只上涨了20倍左右。那当然了，我们这轮牛市呢，它肯定可以涨的，不过涨幅不会有像我们前轮牛市那么夸张。你说能到多少呢？或许7倍、8倍、9倍、10倍就已经很多了。那其实这种走势呢，跟黄金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也认为呢，其实黄金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在 ETF 通过后呢，我们就开启了一轮牛市。那其实黄金呢，因为它的性质太相同了，所以当 ETF 通过之后，肯定会引起一波牛市当时在2004年的11月左右，黄金通过了 ETF。那我们则是在也没有很久之前就在几周之前我们大概在1月10号，2024年1月10号，我们比特币 ETF 通过了。所以其实对于比特币来说呢，整段行情呢，真的也才刚刚开始而已很多人可能会说啦，他希望在比特币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持有比特币，但其实现在就是开始现在就是开始。那当然我们之前还有提到其实像黄金在 ETF 通过之后呢，它的波动率就逐渐缩小。我相信比特币也会出现一样的性质的。那其实对于黄金来说，我相信如果大家有观察黄金的走势大家肯定会清楚的。只要你愿意长期的持有黄金那么黄金它在价格上一定会不断的上涨。如果我们以很长期来看的话，那其实比特币我相信也会一样的毕竟它们的性质太相同了。但重点就差在黄金这个市场它太成熟了，所以我们要产生超额的利润呢，就非常的困难了。但对于比特币来说，这个市场它还很不成熟，或者说才逐渐成熟，所以我们要获取超额利润呢，我认为一定要在比特币市场寻求机会，而不是在已经逐渐过气的黄金。那我们再来讨论到比特币当时设计的性质，为什么说跟黄金真的几乎一模一样或者说我敢讲比特币它的创造的脚本呢，就是从黄金去发想的。你可以发现比特币它其实是有最大供应量的，它的最大供应量呢就是2100万颗，挖完就没有了。而且其实对于比特币来说呢，有很多已经弄丢了所以其实比特币它比黄金更好，因为比特币它是一个通缩的资产，它可流通量呢绝对是远远小于已经挖出来的1900多万颗的，一定是远远小于的。因为会有很多人弄丢，而且弄丢这种丢，它跟黄金的弄丢是不一样的。黄金的弄丢是物理上的弄丢，但是比特币的弄丢呢，真的是再也不可能找回来了。只要你的密码忘记，就再也不可能找回来了。那比特币最大供应量被设为有一定上限，2100万颗，其实真的源自于黄金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地球上的黄金的量呢也是固定的，地球上不可能多出黄金，绝对不可能除非我们从外星球。但从可预见的未来来观察呢，其实我们也不可能从外星球去获得黄金这也是为什么黄金可以不断的保值。那当然了，比特币具有相同的性质，所以它至少都保值，甚至在长期来看，它一定是不断微微的上涨的。那我们再来谈论到为什么减半
会对比特币的价格有这么大的影响呢？其实减半这个效应啊，或者说这种特性呢，也是源自于黄金啊。该怎么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图表啊。这个图表可以表示啊，黄金新增的供应量啊，占总供应量的比例是在逐年下滑的。那其实我可以跟各位报告，比特币也是一模一样的。比特币新增的供应量呢，占总供应量的比例一样也会下滑。不过呢，是每4年哦，它就有很显著的下滑，也就是说它的曲线呢，比黄金要来得更为陡峭啊，基本上可以说是每一段时间就有90度的这种下降啊。那黄金是微微的下降啊。那其实我们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啊，因为很简单啊，黄金在刚开始开采的时候啊，就一样的技术水准之下，黄金开采一定是从这个矿脉比较丰富的地方开始开采。那等到开采一段时间过后呢，只能去挖那些矿脉没那么丰富的地方，也就是挖黄金的成本会增加。那挖黄金的成本增加，物以稀为贵，自然而然就推动黄金的价格上涨。也就是由于黄金还有比特币的性质哦，所以黄金跟比特币终究会是卖方市场。这也是为什么黄金跟比特币它价值一定会不断的往上走。那我们再回到比特币身上，其实比特币一模一样的。对于比特币来说呢，早期挖矿的人他会比较好挖，就一样的成本、一样的技术水准之下，在早年哦，比如说我们在4年之前，我们每出一个区块啊，就是6.25颗的比特币被挖出来，但现在只剩下3.125颗了。那其实我们在8年前呢，在8年前的话，就是现在的4倍的量哦。所以其实这个性质跟黄金是一模一样的。要挖到比特币只会越来越难开采，要挖到黄金只会越来越难开采。那新增的供应量占总供应量的比例一定是逐年下降的啊，一定啊。那再来呢，你可以发现啊，还有一个性质，黄金跟比特币是非常的雷同啊。我们可以发现，为什么我们需要黄金呢？有人可能会说了，为什么我们需要比特币？比特币它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比特币也没有刚需啊，我们生活中没有比特币，我们一样可以活得很好啊。但其实这种性质啊，就是取自于黄金哦。你可以发现，黄金它在工业上的需求啊，仅占总需求的7个百分点而已啊。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说，黄金的刚需呢，也是占比非常的小啊。真正刚需强劲的呢，是铜啊。铜的话，它的工业需求啊，占比绝对就是非常大比例的。那其实你可以观察哦，如果说一个商品哦，它在工业上的需求是很大，它有刚需，那其实它也很难啊，这个具备这种让大多数的人来投资的这种价值。而且黄金呢，它其实刚需也是小的，而且黄金也大多都有替代品啊。有人可能会说啊，黄金的延展性好啦，黄金有导电啊、导热啊等等，但都有替代品，都有便宜的替代品。它的工业价值呢，工业需求其实是不高的，占比不高啊。那其实就比特币来说，它的工业需求是0。它没有刚需，那也无伤大雅，因为黄金它本来也就是这种产品，它一样可以有保值的作用。那大家可以看到，中央银行需求大概占了1/4。那虽然说比特币现在是没有中央银行在储备哦，除了萨尔瓦多，当然萨尔瓦多也是一个小国，对世界上也没有什么影响力的。不过我相信未来呢，当比特币的价值被大家看见的时候，那各国的中央银行甚至有可能开始储备比特币。那其实比特币最大的需求呢，就是投资的需求。那我认为啊，投资的需求跟珠宝首饰呢，其实是可以混为一谈的。因为你可以想想看啊，如果说会去买黄金珠宝首饰的人，他一样也是认为黄金有价值啊，不然他不会去购买它。如果说这个珠宝首饰它是用这种一般的铜铁去铸造的话，那我相信这些人他去购买珠宝首饰的话，他也不会去选择它。所以我认为珠宝首饰这些购买的人呢，他也认为黄金是有投资价值的，黄金至少都保值。所以我认为珠宝首饰跟投资需求是可以混为一谈的。那其实这跟比特币的需求结构呢，其实就一模一样了。那我甚至认为呢，这种珠宝首饰的价值它很像一种人。你可以发现当你在币圈待久了，很多人就会慢慢开始囤币了。其实囤币就相当于珠宝首饰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些囤币的人呢，他们会把比特币放进冷钱包里面永久的储存。我甚至有认识有人呢，他是不管牛市熊市，他也不可能把他钱包里面的比特币给提出来的，不管怎么样都不拿出来啊，他就认为这就是一种价值储存的方式了。
这种人只会越来越多。那就相当于是珠宝首饰，因为我们都知道啊，珠宝首饰你要再去把它溶解回黄金啊，大多数人是不会那么做的，因为有加工的钱。那其实把币呢放进冷钱包里面啊，它一样有成本的，你要等待时间比较久啊，你要支付手续费啊等等的，而且你放进冷钱包里，它就没有那么容易被流通到市场上，也就是有一定的流动性会被锁定下来啊。所以这跟比特币跟黄金的结构呢，真的是太相同了。那我认为我们在参考长期走势的时候，我们绝对要去参考黄金的。那你可以发现黄金呢，直到现在直到刚刚都还在创新高。那我相信比特币就长期来看呢，它绝对都会是非常非常好储存价值的标的，尤其我们未来的几十年呢。那其实对于现在的比特币来说，它真的处于市场正准备由不成熟慢慢转到成熟的阶段，这也是最容易产生利润的时候。就像你可以观察黄金最有利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没错，就在1970年的时候，因为当时市场还不成熟涨得非常非常多。那等到市场慢慢成熟的时候，涨幅虽然缩小的，但我们依然可以产生很可观的利润。那等到我们市场都已经完全成熟了，我们所能从这个标的上面获得的利润就会非常非常有限了。所以对于现在就已经接受比特币的人来说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持有比特币，好好把握这个数字黄金，不然等到比特币的市场已经完全成熟了过后，那其实就来不及了，就跟现在的黄金一样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大家也想尝试交易的话呢，那么非常欢迎大家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30的现金，现金就是可以提币的。或你只要$5003天呢，就可以拿到$36.5的现金，现金一样可以直接提币走，没问题的。那这两个活动我都认为非常非常的优惠，也欢迎大家，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